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文在寅启程访美，韩美峰会将改变东亚局势。第二个主题是湖畔大学办学3年，原来名字冒用啊。那么第三个是币圈重磅，中国全面封杀虚拟货币交易啊，这3件事情都蛮重要啊。先讲这个美韩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5月19号到22号访问美国啊，那么他应该是启程了啊。美韩首脑峰会将于5月21号举行，文在寅将于5月20号在美国的行程是20号和美国众议院领袖会谈，然后是21号先和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会谈，然后前往这个华盛顿的这个韩战纪念公园出席韩战阵亡者追思墙的动工仪式，然后就是文在寅和拜登的这个高峰会啊。文在寅在美国期间还会视察 SK 创新位于亚特兰大的工厂啊，结束之后就启程回国啊，23号回国。那么5月21号文在寅和拜登的峰会，双方主要的议题包括什么？包括疫情啦，包括朝韩问题啊。那么这个呢，这是拜登总统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第2次和外国首相举行双边会谈，面对面的双边会谈。那么这次会议将会关系到美国和东亚主要盟友在应对中国的战略合作，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议程。那么在这次会谈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韩国加入四方集团的事宜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受关注的议题包括什么？包括第一个，双方有可能签署疫苗互换协议啊，通过技术转让在韩国生产疫苗。第二个就是韩国半导体和电池，它的这些负责人都会随行访问美国。那么预计美韩双方会讨论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当然这个还有一个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方案等啊。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拜登总统一定会提的，就是气候变化议题。文在寅在5月17号曾经说过说要把握这次访问美国的机会那么加强疫苗合作，力争打造全球疫苗生产枢纽文在寅说韩国经济正在强劲的反弹，政府提振经济的意志坚定，为实现今年经济增速达到4%以上全力以赴那么韩国4月份就业人口就业的这个增幅创下6年以来最高纪录那么青年就业增幅也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这个文在寅启程去美国之前，他先去韩国那海恩斯是11号先到东京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长叫北村滋举行会谈。会谈完了以后，第2天就举行什么呢？美日韩情报机构首长会谈那么参加的包括海恩斯，包括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还有日本内阁情报官龙泽裕昭然后3方会谈之后去韩国那么海恩斯13号先是去了这个朝韩非军事区的考察，下午就去国防部。我不厌其烦的把海恩斯的行程讲一下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看一下，海恩斯肯定是带着使命去的下午就去韩国国防部去联合参谋本部和国防情报本部本部长李英哲等情报人士举行会晤
你看他先去日本举行这个朝日韩三方的情报首长会议，先见日本的情报官情报首脑，然后三方会谈，然后再到韩国见谁？见他的情报这个国防情报本部长李英哲然后就是双方当然不会告诉你谈什么了。然后再是见什么呢？再和国家安保室室长，国家安保室室长叫徐勋，国家安保室室长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角色。还有就是美国驻韩大使一块吃晚饭，然后再会见了什么？当天还见了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跟他的位置就像对等的对等。然后韩斯14号下午就去青瓦台就拜见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那么韩国发表的一个简报说，这个文在寅和这个海恩斯就这个朝鲜半岛局势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的意见就基本上就这样，然后他就回去了，就是海恩斯就回美国了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的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是什么？第一个，文在寅访问美国是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的延续那么美国在东亚地区有2个最重要的盟友，当然最重要的盟友应该是日本，韩国也是重要的盟友，那仅次于日本那么文在寅访美是菅义伟访美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美国要做这个韩国的工作，要让韩国加入四方集团。加入四方集团，当然大家知道四方集团是干什么？四方集团就是针对中国、制衡中国的一个，现在是一个非军事组织也应该是现在还只是一个对话机制。但是在这个对话机制当中，它的演变最终会变成什么？最终会变成一个政治联盟现在是个对话机制那么美国要做韩国的工作，让韩国选边站那么之前的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完成了这个动作。那么文在寅访美也是要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你可以看到，海恩斯这次去韩国，应该是为文在寅访美做准备那么毫无疑问，按照惯例，理论上来说，文在寅启程去美国之前，这些事情全部要谈好。那么海恩斯作为他一个这样的身份，他有这样的角色来参与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事情要敲定那么在这个敲定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留下一些尾巴？有可能。但是如果双方有重大分歧的话，这有可能访问就会终止，就是延后访问，因为之前没有谈好。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没有延后，这文在寅顺利的出访前往美国，那双方已经谈好，双方应该已经谈好了，可能会有一些条件资源等等。细节的问题可能需要再进一步谈，但基本上大原则、大方向都已经定下来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当然，美国要做韩国的工作，有很多方法做工作，做工作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双方并不是对等大家知道，韩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不是一般的性质这个军事依赖安全是什么？安全是个系数，这个系数是0，后面再数字再大也是0。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安全是第一位。对韩国来说，它的安全寄望于美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不是一个对等的谈判，它是一个韩国的选择并不多。但是对于韩国来说，它有一点难过的地方是，他对中国的经济上的，他是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
所以其实他是觉得浑水摸鱼最好，不要表明立场，所以他一直在政治上呢向中国表态啊，就是双方关系还不错，但是呢，中国也不是完全相信他，因为他知道韩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啊，但是韩国毫无疑问，韩国跟日本不一样，韩国不敢公开和美国走得太近啊，当然他更不敢公开向中国说这个表态，他会选边站到美国一边啊。我举一个例子，5月十四号发生个什么事情呢？韩中两国当天举行了一个韩中海洋事务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是在线的，网上视频啊。那么干什么呢？他这个会议开了什么呢？双方重申反对日本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废水，并商定积极研讨应对之策啊。那么韩国是外交部东北局局长崔喜德，中国是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司长洪亮啊，两个人在参加这个视频会议。然后他双方重申反对日本这个核废水入海的决定。然后呢，中方呢向这个韩方介绍海警法的具体内容和立法宗旨。然后韩方表示，韩中海域划界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该法不能成为西部海域矛盾诱因的立场啊。那么双方一致认为，为了提前防止偶发冲突和矛盾，然后累积互信，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权益，舒畅沟通至关重要。讲了番这个话，其实你看这个话，这个会呢重要吗？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反映了什么？反映了韩国和中国应酬中国的这种态度。其实这个会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他当天开了个那个会啊，那怎么办？那这边也跟中国开一个会。你比如说，美日韩叫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开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在哪里开？在美国开，在美国的海军学院里面开，这其实很重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美日韩三方会议开过若干个会议，你看，开过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2+2会议，开过我刚才讲的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开过你看刚刚又开完什么？又开完这个情报首长会议。其实美日韩三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呢，他每次开完一个会议呢，韩国都要跟中国开另外一个会议，他来平衡一下。你比如说像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一结束，韩国的外交部长第二天就飞到哪里？飞到厦门去见王毅。所以韩国是尽量的想办法，能够在中国跟美国之间走走钢丝，能混就混一天。他不想尽快的，他不想那么快，翻牌，把立场把立场亮出来。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美国不愿意也不能等太久啊。美国希望你尽快的表明立场，让这个局清晰起来。美国没有其他的空间给韩国，更多的空间给韩国。美国一定要韩国表态，加不加入四方集团？美国就是要韩国加入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韩国加入了四方集团的话，那整个东亚局势就完全不一样。那就从韩国到日本一直下来到台湾，看见没有？这一条线下来，第一岛链的这个关系就非常的清晰了。剩下的是谁？剩下就是菲律宾了。菲律宾正好在今天有个新闻，今天有个什么新闻？
今天有一个，我今天是没打算讲啊，不过我讲到这我就再提一嘴。今天是有个什么呢？今天有一个是美国第七舰队公告，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啊，那么叫魏博号，5月18号穿越台湾海峡啊，那么就是继续保持合法航行。那么从拜登总统1月下旬就职以来，4个月，美国军舰5次穿越台湾海峡，2月2次，3月、4月、5月各1次，都是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啊。然后呢，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啊，这最新一代的神盾驱逐舰叫摩耶号，在菲律宾海进行这个演习啊。所以你可以看，其实美国一直在军事上保持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军事压力啊。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大概就是这样。文在寅这次访美没有别的，其实对美国来说没有别的，就是四方集团的表态，就是美国一定要韩国做出选择，你不能够再去和稀泥，你不能再去走钢丝，你现在要选择你站在哪一边。这就是文在寅这次访美，所以对于韩国来说，文在寅这次访美真的是一个比较 tough 的行程啊。好，第二个就是湖畔大学的后续，湖畔大学的这个马云和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创办的这个湖畔大学啊，3月份被叫停招生啊，然后呢，昨天呢又被抹去湖畔大学2个字抹掉啊，然后湖畔大学的微博已经改为湖畔创研中心。今天呢，湖畔大学回应说为什么要改名呢？因为避免误会啊，因为这不是一所教育体系中可以获得学历的学校。然后今天呢，这个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国资委7个部门啊，今天发表一个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啊，现在都是政策都叫意见的了啊。意见指出，近年来一些企业内设培训机构啊，这讲的就是湖畔大学。湖畔大学是企业内设的培训机构，社会组织未经批准冒用大学学院名称，并对外展开宣传招生活动，造成社会公众误解，扰乱了教育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意见指出，对企业设立的无需审批登记的内设培训机构，有关部门要指导和监督督促其规范名称使用行为，不得使用大学学院字样的名称和简称，展开任何形式的宣传等活动啊。然后就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出来说整顿大学学院名称使用乱象，那么规范使用名称行为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啊。那么湖畔大学这次把这大学2个字洗掉啊，就是感觉像什么？像剃掉眉毛吧，很像剃掉眉毛啊。那么马云，目标还是马云啊，马云的麻烦没有停啊。湖畔大学是马云和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宁一、蔡宏斌、邵晓峰9名企业家创立的，都是中国顶级的大腕儿。但是因为马云在里头，所以还是被人剃眉毛啊，大概是这样啊。那这个我们之前讲，我们上个题目讲，就是中国修改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其实民办教育促进法这个就是其实应该把这个法律改一个名字，它叫促进法，其实就是消灭民办教育啊。它要求2点，第一点，民办教育要设党委，要设党组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办教育要干什么？要公益原则啊，这两个东西往那一放，这基本上民办教育就不用办了啊。
而且民办教育这个促进法的修改之后，它还适用什么？适用于中外合作办学。什么意思？基本上这个法律9月1号实施，意味着基本上这些一个私校往下走就有问题了。你私校再往下走，如果设党委设党组织，要党组织批，要用全国统一教材，这个东西定下来，那基本上私校就没有意义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影响非常的大。我们昨天的这个专题里面讲，湖畔大学其实是个缩影，什么缩影？中国的民办教育的一个缩影。那把这个大学名字再刮掉，就是基本上这空间就没什么空间。好，第3个主题我们讲讲币圈重磅，中国全面封杀虚拟货币交易啊。那么今年以来，这个比特币等虚拟货币非常火爆，屡创新高，不断的创新高，而且各种各样的故事吸引了眼球，吸引了广大投资者的眼球。当然不断的有一些名人啊，马斯克啊这些名人不断的介入这些事情，那么让这个虚拟货币交易不断的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但是在中国发生了另外一件反过来的事情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5月18号联合发表公告说，近期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有所反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那么公告要求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不得展开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啊。然后他就要求如下：第一个他说，虚拟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的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够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这是他对虚拟货币的一个定性。虚拟货币，他认为当然这是中国官方的立场，虚拟货币是虚拟商品，不是货币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他要求这个有4个行为都是违法的。第一个，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及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非法的啊。他说这有4个行为都是非法的。第二个，作为中央对手买卖虚拟货币啊，中央对手你是坐庄跟别人买卖这个虚拟货币。第3个，为虚拟货币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啊，就是你搞个平台，把那个交易的信息放到这个平台上面来，也是非法的。然后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产品的交易等相关交易活动。他说什么呢？他说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发行代币、票券等犯罪活动啊，意思就是这4种行为都是犯法的。然后他要求金融机构、支付机构3条：第一，不得用虚拟货币为产品和服务定价；第二个，不得承保和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者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第三，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客户提供虚拟货币的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的服务，接受虚拟货币或将虚拟货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开展虚拟货币与人民币及外币的兑换服务，开展虚拟货币的储存、托管、抵押等业务，发行与虚拟货币相关的金融产品，将虚拟货币作为信托、基金等投资的标的等都不行
全部都不可以做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是大体上就是这么要求。然后是2013年，人民银行、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那个时候银保监会还没合并啊，发布了一个关于防范虚拟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啊，这是2013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来，定下来什么？比特币的属性就不是货币，是虚拟商品啊，当时就已经定下来。那然后呢，同时又发布了一个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当时发布这公告的是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信部，还有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啊，这个这样的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虚拟货币在中国境内进行交易的空间全部封杀，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今天彼得派是一个钱包啊，叫多链钱包，那我就一起全讲了我也不太熟，但是我要报告大家，5月18号，彼得派在他的 APP 上面发消息，说决定关闭 OTC、币兑换服务等多项业务啊。那么彼得派呢是一个多链钱包啊，提供这个隐私的资产管理和交易应用服务。他做的这些基本上和刚才我讲的那个完全对得上号。他发表公告说，对部分业务进行以下调整：第一 ，OTC 业务彼得派那么1年前已经关停一键买卖服务之后还关停了点对点交易等服务，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云钱包，云钱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财富板块展示的页面基本上它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提供储存、交易、信息服务等等，全部都停下来。那么这个消息发布之后，这个彼得派银行等等，它基本上是这样啊，基本上这样。彼得派呢就暂停了它这些服务的，这是一个现实的例子给大家看。那么虚拟货币在中国呢就一直，其实在若干年前，2013年，其实2012年、2000年左右在中国发展的非常的快但是2013年就是中国就开始一刀切下去。中国为什么在虚拟货币上面这么决绝？中国在虚拟货币上决绝的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关于货币主权的问题。人民币是一个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实际上，如果在中国进行虚拟货币的交易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就会对虚拟货币的交易，其实会干什么呢？会穿透中国的这个外汇管制所以曾经发生过什么呢？曾经发生过台商他在大陆卖场之后钱出不去怎么办？他就买成这个虚拟货币买成虚拟货币之后，就用搬电脑的方式把电脑搬走，就等于就完成了这个交易，就是这样。所以虚拟货币中国是非常决绝的，就一刀切下去，不准搞，不能够在中国境内发生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其实虚拟货币其实在中国不断的在发生因为用翻墙的方式，用搬钱的方式搬到海外去进行交易，这件事情仍然在发生。但是在中国境内呢，就没有办法去提供这种平台服务的，这是肯定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3个主题向大家报告。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麦猪，谢谢Simon高，谢谢观点：韩国对中国入戏太深，台湾和日本把核心零件和技术放在台湾、日本的本土生产，因此随时可以抽身，再换个组装生产地，比如印度、越南，而韩国把核心零件和技术放在中国生产，不但技术被吸光偷光，还无法抽身，好像不对吧？是这样吗？三星它在中国有一个厂三星在中国有一个厂，有个芯片厂，但是不是它的最先进的制程这个肯定的三星应该有一个厂，我原来以为三星全部搬走了，其实三星还是有一个厂在中国的提问：韩国貌似立场最不坚定，如果中共发起抵制韩货和韩国企业，增加巨额关税，像对澳洲那样，韩国立场会不会动摇？没有动不动摇的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说呢，韩国的转变是不可阻挡为什么？因为如果美军没有在韩国驻韩美军的话，那韩国就面临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对韩国来说是很难过的，这是很难过，他要做一个选择。那也许他不会那么明白，他肯定要跟美国商量，说我们怎么去表达，让我不那么难过美国肯定会双方需要，这有点跟当初菅义伟访美也是一样，其实差不多。日本也不是很想把这件事讲得那么白，但是无论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中国是很明白，他们一定会转变的，他们一定会站在美国这边，因为形势比人强。就是你要知道，对韩国也好，对日本也好，美国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安全。你就算是中国，你再去怎么做，对韩国来说，他如果国家都不安全了，那要钱干什么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动摇可说的对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没有什么好商量。所以韩国是有点难过，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形势比人强。情况：韩国自文在寅上台后，韩国的外部环境在极度恶化。韩国在领土问题上和历史问题上对日本态度强硬，导致日韩关系恶劣，达到今年的冰点。日本对韩国进行了经济制裁。日本现在的态度是，韩国不提出解决慰安妇历史问题的方案的话，原则上不会和韩国进行外交会谈。韩国的芯片产业关键的原材料和技术被日本企业牢牢掌控，韩国三星的芯片产能上不来，和日本对韩国进行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有很大的关系。韩国对日本进行这种动作，其实是做给中国看的因为什么？美日韩三国这个三角关系很重要基本上整个的东亚地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架构就是这个铁三角，就是美日韩三角关系。那么韩国呢，就在中间呢，跟日本来搞日本这件事情。韩国去搞日本，其实是为什么？其实是为了讨好中国。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匈牙利匈牙利就有点像是这个，匈牙利在欧盟内部所有对中国不利的他都不同意，所以这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他做给谁看呢？做给中国看。韩国做对日本的这种有慰安妇也好，历史问题也好，搞这个搞那个，搞来搞去的目的是什么？做给中国看。那也是做给美国看，就是希望我们别太近，别太铁了，就这个意思其实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上次菅义伟访美的时候，美国也做日本的工作，说我们要做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呢，这个最重要的、最大的改变是在哪里改变？七国集团峰会邀请这个韩国参加，然后在伦敦啊，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这个韩国的外长和这个日本的外相进行了三方会谈。进行三方会谈其实做的什么工作？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完了以后，后面的事情就剩下的就是文在寅访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定要摁住韩国，你不能在这个挑事儿，你挑事儿的话，那肯定有麻烦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什么呢？观察第一个，文在寅访美文在寅访美他到底是去怎么表达？你看菅义伟访美很清楚，美日之间对中国议题谈得很清楚，1、2、3、4、5，对吧？香港议题、新疆议题、人权议题、台湾议题全碰了，全讲完了。你可以看一下文在寅这次访美，他怎么谈？这些议题都是美国的诉求，他怎么回应？当然，最重要的是四方集团他会不会碰到？还是他们打一个秘密协议，然后再公开不讲，也有可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观点：马云的湖畔大学原来可能是要以 MBA 的情况发展经济企业的人脉网络，但共产党怕湖畔大学最终可能成为日本松下正金属一样，除了经济人脉，会发展成为政治人脉。那是胡说，那根本就胡说。中国不是日本，松下正金属，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这个叫什么政客之间的关系，或者中国的官员党政官员的关系，和日本的商人和日本的政客之间的关系，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完全不靠谱，这个是胡扯。讲什么东林党人的这个故事呢？这完全是污蔑。你想一下，中国的这些商人，在中国的政治光谱当中，第一，他是依附在政权上，他是依附关系，他没有对等的关系。什么东林党人？这是基本上是对马云的污蔑了啊。我不觉得我要给马云说很多的话，但是说话得公道，对吧？说话得公道。你说一个湖畔大学，它能翻多大的浪？你看1秒钟就把它给翻掉，他只要下一个指令，湖畔大学就关掉了。他现在不下指令，懒得下这指令，所以让你还活着，只是让你活着而已。你是在中国，这些商人的地位，商人办的这些机构都是连文件都不用下，直接让工商局去查封就完了。所以这个，说他什么会形成政治人脉，想多了。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肯定那是抹黑啊。情绪，听王老师节目1年多，感慨良多，真的感激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高质的节目，谢谢肯定。在王老师这里，无论中共干了什么事情，王老师总能找到恰当的角度揭示中共江河日下的实际情况，而且做到逻辑的自洽。期望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在我们有时间对前景失望、没有信心时找到信心。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角度讲它江河日下，没有，我也不是说把所有的新闻都扭到这个角度的，这也不是。有些事情呢，
我一直强调两点。第一点，中共呢，中共呢没有那么容易垮台啊，中共肯定是一个在本地球上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啊，肯定是本地球上最强大的、最有权力、最有资源，它的组织系统最严密的政党之一啊，所以它没那么容易搁着就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也不那么容易垮台啊，所以。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局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西方国家也好啊，那么很多研究机构也好，对中国的情况明显是误判啊，两个误判，第一个高估了对方的实力啊，第二个低估了对方的决心。中共就是用心用得早，下手下得早，他这个比较强，这个比西方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强。在你没下手之前，别人已经把方案做好了，已经开始部署、动手做了。这件事情，中共比很多西方国家强，但是他的确是连滚带爬，实力不行，就是做事情很烂。中共最擅长的是什么？整人嘛，干活不行，就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先生怎么评价马斯克在加密货币上的一系列操作？先是出来挺比特币，还表示接受比特币购买特斯拉，后来又说比特币挖矿损害环境，同时终止了接受比特币，现在又出来支持狗狗币。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企业家，这样子频频带动投机风向，是不是不合适？我之前已经说过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有些网友还不高兴啊，是觉得我在批评马斯克，觉得马斯克是个天才等等。我不管马斯克是个什么角色啊，当然他很厉害，很牛啊。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马斯克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个公众人物，他是有一个他在推特上有多少个粉丝啊？我不记得了，应该有千万吧。所以他一个这样的公众人物，他有上市公司，他曾经是美国排第一的富豪，然后他这么高调的去支持比特币，然后又高调的去支持这个狗狗币等等，然后又回头又说这个，又去说这个比特币怎么着怎么着，我是他我就不会这么干啊，为什么？你还是要爱护一下你的羽毛，这是第一。第二，你想一下，那是个资本市场，比特币也好，狗狗币也好，它是个资本市场。你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出来去做这个，发表这些言论，对这资本市场是有巨大影响。它巨大的影响意味着什么？可能有人会破产的，对吗？它会导致很多人破产。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言论背后产生的这种市场波动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如果我是他，我不会讲这些话，我不会就这个市场来就这么表达。对，你可以表达你的看法，但是你不能够去直接参与这个市场操作的这种意见，或者是讲市场的意见，这个是不合适的，这绝对是不合适的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当然这里面也是一个特征，就是美国证监会为什么不介入？当然，比特币市场我不知道证监会有没有监管，美国证监会有没有监管？理论上应该监管。就如果没有监管的话，美国证监会没有监管比特币市场或者狗狗币市场的话，那我就劝大家不要参与的好。为什么？太不安全了吧？你说呢？你说他突然上来就说啊，我们这个接受比特币买这个特斯拉，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们这个特斯拉原来买的这个10亿美金我已经卖掉了，你想想这市场会怎么样？那如果他是在美国股市的话，那美国证监会可能会告他的，是操纵市场，这绝对是操纵市场的行为啊。比如说狗狗币也是一样。他的那些言行基本上可以构成这个操纵市场。
但是如果美国证监会没有监管它，那就没得告了。没得告的话，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参与这种市场，这种市场很不安全啊。提问王先生能谈谈私募基金管理人叶飞自曝 A 股上市市值管理的事件吗？我暂时不想说，为什么？故事还没完，等我们看完一段时间再说，好吗？等故事完整一点嘛，好吗？情况最新消息，拜登政府说，除了以前说的数千万支 AZ 疫苗外，在6月底前会有数千万支辉瑞和 Moderna 疫苗支援国外，希望台湾能分到一些。我看推特上已经讲了嘛，就肖美琴跟那个周玉蔻透露了，说5月底会有一批，6月底会有一批，支援这个台湾的疫苗。那么另外呢，好像是美国会支援印度，印度现在疫情失控啊，所以这块应该是这样。所以印度是盟友对吧？四国集团嘛，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吧，所以这两个应该会先得到的啊。情况，日本2月份公布了对韩和对中国的外交世论调查，是民意调查吧？对韩国不友好上升到82.4%，超过了对中国不友好的81.4%。认为日本关系重要的下降到了40.4%，为今年新低。认为日韩关系重要的下降到了40.4%，为今年的新低。而认为日中关系重要的是78.2%。日本最近对韩国越来越强硬，和国内民调有很大的关系。日本强硬当然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韩国老是讲找日本的麻烦，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表态啊，政治表态，一种在国内的政治表态，一种是对中国的政治表态。那么日本为什么强硬的原因是日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是大家已经交了投名状了，所以那日本就不客气了。就是这样，所以日本强硬，这当然有民意基础，民意基础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啊。情况，市场已经惩罚特斯拉的股票了，特斯拉持有比特币资产，马斯克的行为有左右特斯拉资产的嫌疑 ，SEC 应该介入。对呀，我觉得是应该介入啊，就是说。如果有一点点证券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马斯克不应该做这些发言啊，这些发言非常不恰当，非常不恰当。我觉得特别是把特斯拉搞进去，就让特斯拉去买10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这个动作是非常不明智。你可以说我自己拿我自己的钱去买比特币，你可以有个解释，说我是个人行为，那没问题啊。但其实也不妥，但至少你能够自洽。但你现在一方面让特斯拉去买10亿美元的比特币，然后让这个特斯拉接受比特币买车，这就不一样。就你把这个特斯拉不是一般的公司，它是公众公司，它上市企业，所以这个是不妥啊，这是不妥。我觉得这个行为是不恰当，甚至是你可以你再把我的说不恰当乘以10的程度，就差不多就到了啊。观点：支持王生，鄙视马斯克，我不能说鄙视啊，炒币的行为。喜欢美国制度是从看到一篇美国的大的企业家不允许当房东开始，启蒙认识美国制度的伟大。情绪，在国内没有信用卡，我不知道怎么支持王老师，最近终于找到国内代充会员良心黄牛支持王老师。好，谢谢。
如果真的很麻烦，就不必去做这个动作啊。我心意到了就行，好吗？谢谢。好，明谢东野主任，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